许多美国中小学甚至高中的孩子都非常喜欢这个游戏。放学后，他们会在这里面泡上几个小时。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只是全世界数百万沉迷于这款游戏的玩家之一。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在玩 OSRS 的同时学习中文词汇和短语。我甚至无法描述我对这款游戏的怀旧之情。音乐、简讯的图形，以及与我的小弟弟在上面玩的许多童年回忆，让我回到了那些简单的日子。在那里，只想提高我们的智能，或玩 Clan Wars 之类的迷你游戏。你看啊，这个穿红衣服的老头啊，数以百万计的新手玩家通过与这位 NPC 交谈开始了他们的冒险。NPC 的中文翻译就是非玩家角色。为了享受真正的地道的新手体验，我回答这个老头，我以前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经验。那我们就快一点读他的对话啊。现在他正在告诉我们如何调整游戏中的设置。你一定喜欢非玩家角色僵硬的头部动作，僵硬的 3D 建模和僵硬的动画。怎么说？它有自己古怪的魅力。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这被认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互动。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与老头交谈的任务，我们可以前往 RuneScape 的开放世界了。这是一个多人游戏，如果你现在还没猜得到，有10几个刚开始的新角色和我一样开始他们的冒险。OK， 你可以暂停视频来记忆或写下每个词汇，为之后的口头测验做准备。在每次测验之前，我会读2次英文翻译。如果你只是在听，你可以在我之前大声回复中文翻译。如果你在电脑前，你也可以写出这些字符。OK， 我们试试小测验。记住，在我回答之前，我最多会读2遍英语。NPC Non-playable character Non-playable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 Settings as in game options Settings 设置 Adventure 冒险。Fun fact, the same word for adventure is to take a risk in Chinese. Incredible, as in hard to believe. Incredible,难以置信。顺便说一句啊，我提前为相机角度不佳道歉，在手机上控制摄角有点别扭。过去这款游戏只能在电脑上玩，而且还只能在互联网浏览器上玩，因此现在这款游戏在手机上完全可以玩，属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我们正在与生存专家非玩家角色交谈，他教我们钓鱼、伐木和生活智能，这些智能代表了许多 RuneScape 玩家的跑图和自动挂机。在某种程度上，从这样的游戏开始 RuneScape 可以就以生存方面为基础，虽然我们的角色不会饿死或者渴死。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是一个渔网来捕虾。你可以在右边看到美丽的智能网格。捕到虾后，生存专家告诉我们必须砍伐木材来烧火来烤虾。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不对？我相信正是这些生存词汇让这款游戏值得一玩。如果你能边玩 RuneScape 边嘴巴巴拉巴拉讲，那么你的语言学习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好，现在咱们就砍这棵树。我特别喜欢在这个游戏中的砍树声音，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放松和愉快的跑图声音。好不好听？你可以整天坐在屁股上，除了砍木头啥都不做。稍后我会制作另一个视频，叫砍木头，直到我被误认为是机器人。现在我们必须把火绒箱和木头结合起来生火。要是现实生活中生火这么快就好了。OK， 我们提高了生火技能。现在我们可以烤我们之前抓到的虾了。它指定赶不上东北烧烤，但是没办法，咱们只是最原始和最简陋的烹饪。我们烤糊了一些虾，可是这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把它从库存中处理掉。OK， 当我的角色在磨磨唧唧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一个迷你测绘测验。Botting, as in AFK farming. Botting. 自动挂机。Internet browser. 互联网浏览器。Tinderbox. 火绒箱。Grind for XP. This is the same word to literally run a map. Grind for XP.跑图. This is not the same word to mob for XP, which is 刷怪, which will show up later. Teach a man to fish and he feeds himself for a lifetime. Teach a man to fish and he feeds himself for a lifetime. 收止一鱼不如收止一鱼。OK， 我们在这个领域花了太多时间，咱们滚开吧。游戏告诉我们可以通过看小地图上的黄色标记来看到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现在我们见到了大厨师，他将教我们如何烤面包。最近我在读一本关于生存的书，这本书实际上是人类科学史和历史的伪装。不过这本书改变了我看待面包的方式，小麦对养活人类至关重要。我一直觉得这游戏面包看起来很好吃。每当我小时候吃土豆面包，我都会假装那是 RuneScape 的黄面包，与我们刚才只用面粉做的，没有酵母，所以从技术上讲，这就属于无酵面包。无酵面包的例子包括酸脱面包、纳安或兰巴斯面包。Marker 标记 Yeast 酵母 Wheat 小麦OK， 下一个 NPC 会教我们任务。由于我只玩过这款游戏的免费版，所以我们只有22个任务可供选择，但这已经足够了。
这是因为游戏的开放世界系统为玩家提供了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我希望能说服那些刚接触游戏的人。我了解了一个中文俚语“林冲”。林冲是《水浒传》中的一个好汉。成玩家为林冲意味着他从未在游戏上花过1分钱，所以我就是一个林冲。说实话 RuneScape 有很多林冲。OK， 我们顺着梯子下到洞穴，我们将学习采矿、冶炼和金属工艺。采矿教练将教我们另一种跑图技能，如何开采岩石。他给了我们一把镐，有了这把镐，我们就可以开始采矿了。我们得到的第一批矿石是锡，稍后我们将开采铜矿。这个棕色是铜矿石。我们提高了采矿技能。采矿的声音也很悦耳，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将在熔炼炉中将铜和锡结合在一起制成青铜。采矿浇管给了我们一把锤子，让我们用它来锻造武器。每块青铜锭可以做成一把小小的青铜匕首。Pickaxe， 镐，dagger， 匕首。to mine， 采矿。Ore, as in metal ore, such as bronze or tin. Ore, 矿石。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学习战斗。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游戏词汇、设备和装备。你会听到很多游戏玩家总是抱怨我需要更好的装备。在 Old School RuneScape 中，每种武器有4种攻击类型。有了剑和盾牌，我们可以刺、砍、弓步或阻挡。每一种类型的攻击都为不同的攻击技能提供了经验。对于格挡攻击，
我能理解各党如何提高防御技能，但并不真正理解各党如何当攻击。我猜你的角色正在反击，而不仅仅是组织攻击。OK， 战斗教官给了我们一些弓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远处欺负大老鼠了。好了，我们完成了战斗教程，现在我们可以爬上梯子了。Equipment， 装备 Attack types， 攻击类型 Blocking or to block an attack. Blocking 格挡教程的下一部分是银行。在 RuneScape 里，如果你死了，你一般会失去角色上的所有物品，除了1个或3个物品。为了确保你的战利品安全，你得把它们放在银行里。OK， 这是 Old School RuneScape 的一个新功能，玩家可以投票让某些功能重新出现在游戏中。下一部分是账户安全教程，这比较无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小测验。This will be a pop quiz using all of the words from the previous sections. Good luck. Cooking. Cooking. 烹饪 Survival. 生存 To smith or to make a weapon. To smith or to make a weapon. 短造 Bronze. 青铜 A free-to-play player. Someone who never spends his money on a game. A free-to-play player. Hint. He's a character from the Water Margin. One more time. A free-to-play player. 林冲教程的下一部分是祈祷教程以及添加朋友教程。在这个游戏中，祈祷起至被动的作用，它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状态增益，最高级别的可以降低仿玩家的攻击减半。你通过埋葬你杀死的敌人的骨头来提高你的祈祷技巧，我觉得这很有趣。许多偷懒的玩家，如果他们自己懒得不想刷怪，他们会从其他的玩家那里购买骨头，
就是他们可以一边更快的埋葬骨头和提高他们的祈祷技能。我们即将完成，最后一个老师就是魔法教程。这个游戏中的魔法是由符文完成的，因此得名 RuneScape。用巫师给我的符文，我必须用气咒打一只鸡，打一次就行了，也不用打死。我们终于完成了教程，可以去大陆了。从这里开始，你作为玩家面临着真正的自由，在这个巨大的开放世界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希望你能关注我的下一个视频。拜拜。